随着杨紫主演的古装大剧《家业》进入最后拍摄阶段，关于剧组取景的讨论也逐渐升温。据悉，剧组辗转徽州、千岛湖、婺源等地，力图用最真实的山水人文还原剧中大时代下的家国情怀。与近年来内娱扎堆绿幕、依赖特效不同，《家业》从筹备之初就坚持实景为本，用镜头记录四季更迭，用真实光影讲述沉淀百年的家族兴衰。为了呈现自然流转的画面质感，剧组甚至主动放慢节奏，耗时数月等待一场真正的江南春雨，或是一抹初秋晚霞。导演坦言，我们不希望一切都被技术替代，有些情绪、氛围是只有自然才能给予的。更令人期待的是，杨紫在剧中将挑战一个跨度极大的角色，从少女到主母，从家族继承人到命运浮沉的掌舵者，情绪层次复杂，人物成长曲线极具张力。而在这些情节的背后，自然风景并非简单背景板，而是推动剧情、映照人物命运的有力叙事手段。不少剧迷在看到花絮后感叹，终于有剧愿意慢下来，好好讲一个故事了。也有网友表示，看预告就像翻开一幅活动的山水长卷，每一帧都值得截图做壁纸。家业不仅是一部讲述家国情怀的年代剧，更像是一封写给江南的深情书信。而杨紫正是用她细腻而有力的演技，把这封信读进了观众心里。从近期曝光的路透照来看，家业的服画到堪称用心，而杨紫的造型更是与剧情紧密贴合，层层递进地展现出人物的命运轨迹。春日里的她，一袭素雅长裙，发间点缀轻巧发饰，神情中透着一份初出阁楼的清丽与青涩。而到了秋冬时节，金丝暗纹的袖袍配上沉稳高髻，气场愈发沉凝，眼神中多了几分从容与锋利。每一帧画面都在悄然讲述角色的成长与转变，那不仅是造型的更替，更是身份、责任、情感不断累积后的自然沉淀。这次拍摄强度确实很大，但看到成片效果，大家都觉得值了。一位参与拍摄的工作人员透露，为了捕捉最真实的光影变化与人物氛围，剧组常常凌晨开工，深夜收工，甚至为一场季节转换的过场戏，反复等待最恰当的天色与气温。但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坚持，才让每一个场景都充满生活的质感与历史的厚度。而更令观众惊喜的是，杨紫此次饰演的当家主母角色，与她过往作品中的少女形象有着巨大反差。不同于香蜜中的灵动天真，欢乐颂中的都市小白，或战长沙里的青涩坚韧，这一次的她褪去稚气，更多地展现出女性在命运洪流中逐渐成长，学会权衡的复杂情感。她既有对家庭的隐忍与担当，也有在家业风雨飘摇中挺身而出的魄力与睿智。不少网友在看到花絮后表示，眼神一下就不一样了，杨紫终于演到年龄和人生阅历更贴近的角色了。也有剧评人点评到，家业之于杨紫，不只是一次角色突破，更像是她从流量小花向质感演员的转身。从目前的曝光节奏与市场反馈来看，家业不仅是一部讲究质感的古装大剧，更可能成为杨紫职业生涯中的又一高光节点。而观众的期待，不只是因为她是杨紫，更因为她一次次用作品证明她值得。近年来，杨紫在角色选择上的清醒与克制，逐渐成为业内外热议的话题。不同于部分同期小花仍扎堆于傻白甜古偶或流量大 IP， 杨紫的每一次出手都显得尤为谨慎且富有前瞻性。从亲爱的、热爱的中的青春甜宠，到盛装里步步为营的女主编，再到家业中肩负重担的家族当家人，她用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物，
悄然完成了从流量标签向实力派演员的身份跃迁。尤其在近年来竞争愈发激烈的内娱环境中，杨紫始终拒绝重复自己，不盲目追热度，也不迎合市场潮流，而是更注重角色本身的成长性与表达空间。这种少有的冷静与清醒，在以快产快销著称的影视行业中显得尤为难得。一位业内制作人曾公开评价，杨紫不是不懂流量，而是选择用内容和角色把流量转化成真正的作品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角色的拿捏也愈发成熟。无论是盛装中面对职场风波时的隐忍与锋芒，还是家业中在家族权谋之间的沉稳与担当，杨紫都没有流于表面情绪的堆砌，而是通过细腻的眼神与肢体语言，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展现得层次分明。这种演技上的厚度，让她在年轻演员中逐渐脱颖而出，也赢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与期待。与此同时，杨紫的作品类型也在不断拓宽。从现代都市、历史年代到古装权谋，她一步步走出舒适区，去尝试更多具有人文关怀与情感深度的题材。她不急于求成，但步步为营，以稳定输出构建起自己的职业壁垒。或许正如不少观众所言，杨紫不再是那个靠流量吃饭的童星，而是正在用一部部作品稳稳走向属于她的黄金演员期。在这个以速度和曝光为王的时代，她选择了坚持质感与积累的道路，而这份沉稳与耐力，正是她在演艺路上不断攀升的底气。尽管围绕杨紫的颜值变化与演技是否原地踏步等争议近期在网络上此起彼伏，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正在用家业的表现，一点一点赢回属于演员的尊重与掌声。随着拍摄进程不断推进，该剧陆续释出的一些幕后花絮和现场片段，逐渐扭转了不少质疑者的看法。特别是他与一众老戏骨的对手戏曝光后，很多观众纷纷在评论区留言：眼神有戏，台词功底稳了，这才是当家主母该有的气场。从一开口便压住场的稳重，到细腻情绪的自然递进，杨紫在家业中的表现，显然不再只是流量演员的范畴，而是一个在经历质疑与打磨后愈加成熟的女演员。与以往大多以青春、甜美为标签的角色不同，家业里的当家主母不仅身份设定更具厚度，人物弧光也更加丰富。她要面对家族风雨、情感波折、权力纷争，每一个决策、每一场沉默都藏着角色的成长线。这对于演员来说是挑战，更是证明演技进阶的机会。而杨紫显然没有辜负这一次的角色厚望。事实上，杨紫近年来不断在作品类型和角色性格上做出突破。从战长沙中坚韧的胡香香，到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敢爱敢恨的锦觅，她一直在努力摆脱童星出身带来的刻板印象。虽然在前行路上也难免遭遇外界的苛责与非议，但她似乎从未选择逃避，而是以更扎实的作品回应一切。家业不仅是她演艺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像是一场公开的演技答辩。在这部讲述家国与命运交织的时代大剧中，她借由角色完成了一次由内而外的转变。正如一位资深影评人所说，质疑始终存在，但只要作品够硬，表演够真，观众终究会回到作品本身。眼下家业尚未播出，已积累大量讨论度，而杨紫也正借这部戏悄然完成一次关于实力的反击。舆论或许喧嚣一时，但作品留下的分量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底气。在90后小花普遍面临转型焦虑的当下，杨紫却以稳扎稳打的节奏，悄然完成了从国民闺女到实力派女主的华丽转身。相比其他人仍在填虫古偶的赛道上鏖战，
频繁更换人设，挣扎于流量与质疑之间，杨紫早已选择了一条更笃定也更难走的道路，用作品说话，用角色积淀口碑。她曾在采访中坦言，戏比天大，但选戏比流量更重要。这句话乍听简单，却道尽她这几年在演艺生涯中的清醒判断与职业自律。从早年战长沙中令人动容的护士胡香香，到《欢乐颂》里真实可感的职场小白，再到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爆发力十足的锦觅，杨紫始终没有停留在某一种类型的舒适区，而是持续挑战角色的深度和广度。她不贪快，不求爆，而是更注重作品的完整性与人物的成长性。哪怕是在流量为王、话题至上的娱乐时代，她也从不盲目追热度，不依赖霸总加傻白甜这一类久经验证的流量密码，反而是那些看似不讨巧的作品，成了她最有分量的代表作，也逐渐让她摆脱了童星转型难的固有命运。而她的成功也并非偶然，在沉香如屑的高难度吊威亚中咬牙坚持，在家业的实景拍摄中一遍遍重来吊状态，在综艺里即兴还原经典片段而毫不怯场。杨紫的爆从来不是偶发性的幸运，而是日积月累的积淀与对表演本能的热爱。这种敬业与稳定输出，正是她在浮躁行业里突围而出的底气所在。有人说，杨紫是这个时代最不急躁的女演员，她有一份淡定，一份坚持，也有难得的辨识力。她看清了市场的变化，但并没有被裹挟其中，而是坚持用角色塑造自己，用作品定义高度。如今的她，已不再只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雪，也不再是被称作流量小花的标签化演员，而是一位不断成长、敢于突破自我、稳步走在演艺正轨上的实力派女主。在流量浮沉的时代，真正的演员终将凭作品留下姓名，而杨紫正在用她的一部部作品走在这条坚定而闪光的路上。据可靠消息透露，备受期待的古装大剧《家业》预计将在4月底正式杀青。这部筹备已久的作品，不仅在取景、服化道上精益求精，更将在后期制作中投入重金。制作方明确表示，目标是打造出一部如山水画般诗意流动的古装新标杆，不止于讲故事，更是一次关于美学和情感的双重沉浸体验。而在众多期待中，观众最关心的焦点无疑还是女主杨紫。作为一位童星出道，在演艺圈打拼20余年的演员，她能否凭借家业再度刷新收视纪录，跃升为真正意义上的现象级女演员，也成为舆论热议的看点之一。业内普遍认为，家业将是杨紫演艺生涯中的又一重要转折点。这一次，她不再是甜美可人的小白花，也不是单线情感的古偶女主，而是担纲一位有格局、有魄力的当家主母。角色跨度大，情绪层次丰富，再加上与多位老戏骨的飙戏对峙，对演技的挑战不言而喻。对于杨紫而言，这既是一次突破舒适圈的冒险，也是对自己专业实力的正面回应。近年来，随着90后小花们陆续进入转型期，能够实现从流量到实力蜕变的演员屈指可数。赵丽颖凭借多部现实题材剧实现华丽转型，已为后起之秀树立了榜样。而如今的杨紫似乎也在用自己的节奏和选择，稳步走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她不靠话题博眼球，不追风口蹭热度，而是用作品一砖一瓦地筑起属于自己的口碑。家业未播先热，期待值不断攀升。杨紫能否借此再造巅峰，真正完成从国民女儿到国剧门面的跃迁？答案或许就在这部大剧上线的那一刻悄然揭晓。